大家好，我是晴。4月的时候，川普一句对等关税，台股单周重挫，市场一下子全乱了。那几天我看到太多讯息，完了，这次真的会崩，我要不要全部卖掉？世界是不是要变了？每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，股市崩盘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所以今天这期，我想带你看一件事，过去100年，市场崩过很多次，而真正重要的不是它有没有崩过，而是每一次崩盘，历史最后都留下了很像的答案。这不是鸡汤，也不是乐观一点就好，而是如果你真的把历史拉长来看，你会发现，崩盘会一直换名字，但人犯的错几乎都差不多。今天我不打算跟你讲空话，我想讲的是，过去几次大崩盘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每次崩盘，大家都觉得这次真的不一样？还有，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先讲一件很残酷的事，崩盘不是市场的例外，它本来就是市场的一部分。很多新手第一次遇到大跌，心里最强烈的感觉通常是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市场坏掉了？是不是这次真的回不去了？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一点看，你会发现，崩盘从来不是市场里的意外，它本来就是市场的一部分。你进市场不是只在接受它可能帮你赚钱，你同时也在接受它有时候会非常凶、非常快、非常吓人。这不是 bug， 这就是市场的原厂设定。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不是期待市场永远不要崩，而是你一开始就知道，总有一天它一定会再来一次，只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什么时候来而已。过去100年，市场崩过很多次，而且每一次当下都很像世界末日。如果把过去100年拉出来看，有几次大崩盘，几乎是每一代投资人都记得住的。第一次，1929年大萧条，这次几乎可以说是股灾教科书。当时美股在前面几年涨太多，借钱炒股非常严重，泡沫越吹越大。等到真的破掉的时候，市场不是普通下跌，是几乎整个崩塌。跌幅有多重？接近90%。那时候真的很多人觉得世界完了，银行挤兑，失业暴增，经济长期低迷。这不是一般修正，这是整个时代的创伤。如果你只看指数价格，要很久之后才真正回到原来高点。但如果你不是一次买在最高点，不是中途下到出场，而是持续投入，股息再投入，最后的结果会差非常多。这里历史教你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同样一个崩盘，不同的人最后走出来的结果可以差很多。第二次，1987年黑色星期一，这次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跌很久，而是跌得超快，一天之内美股道琼跌了 22.6%。 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台股一天直接掉20%，整个市场会是什么感觉？当时很多人也是完全吓傻。但这次历史又告诉你另一件事，崩盘不一定都拖很久，有些崩盘是又快又狠，但恢复也比你想象中快。所以市场不是只有一种跌法，有时候是长时间慢慢烂掉，有时候是突然一刀砍下去，你不能只用一种想象去理解所有崩盘。第三次，2000年网络泡沫，这次很经典，因为它不是景气本身突然毁掉，而是大家先疯了。那几年只要跟网络扯上关系，估值就飞天，很多公司连赚钱都还没开始，市场就先把未来10年的梦全部算进去。结果泡沫一破，市场开始发现，原来不是每个故事都会成真。所以2000年那次教你的东西是，涨太快，讲太满，梦太大，后面就很容易摔很重。而且更残酷的是，泡沫破掉之后，不是每家公司都能活下来，但少数真的撑过来的公司，后来又成了新的巨头。这也代表，崩盘会清洗掉很多泡沫，但不一定会毁掉整个未来。第四次，2008年金融海啸，这次是很多人心中最像整个系统快要坏掉的一次，刺激房贷、银行杠杆、雷曼倒闭，信用市场失灵。那一年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股市跌，而是连大家本来以为最稳的金融系统都看起来像快撑不住了。台股从高点一路重挫，美股也跌得非常深。那时候很多人真的觉得，资本主义是不是要出事了？银行是不是不安全了？世界会不会整个坏掉？但几年后，
市场还是慢慢爬回来，不是立刻，不是轻松，但它回来了。这次历史教你的东西是，市场可以跌得很惨，但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运作，公司还在赚钱，市场最后还是有机会慢慢修复。第5次，2020年新冠疫情，这次很特别，因为它是跌得最快的一次之一。全球封城，经济停摆，飞机停飞，店面关门，那几周市场真的很像世界被按下暂停键。很多人当时也都说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这次可能回不来了。结果呢，市场跌得很快，但回得也非常快。所以2020年给投资人最强的一个提醒就是，你以为市场很慢，但有时候它跌得很快，也回得更快。而这对散户最痛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你如果在最恐慌的时候砍掉，很可能还没回神，反弹就已经开始了。看完这些历史，你最该记住的不是年份，而是3个洞察。第一个洞察，每一次崩盘，当下都会有人觉得这次回不来了。这几乎是固定剧本，1929的人这样觉得，2008的人这样觉得，2020的人也这样觉得。因为崩盘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只是价格跌，而是它会让你在当下真的相信，这次世界不一样，这次可能真的完了。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看，你会发现，市场很会跌，但市场也很会活下来。只要人还会工作，还会消费，还会创新，还会开公司，市场就不会永远停在地板上。第二个洞察，真正让散户长期输钱的，通常不是崩盘本身。这句很重要，崩盘本身不一定会让你长期输钱，真正让你输钱的是崩盘时你做了什么。很多散户在崩盘时最常做的3件事，刚好都是最伤的事。第一，卖在最低点附近，原本只是账面亏损，结果自己一砍变成真实亏损。第二，用借来的钱硬去加码，以为自己在捡便宜，结果底下还有底，最后直接扛不住。第三，整个离开市场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，结果后面真正的反弹完全没参与到。所以很多人最后不是输给市场，是输给恐慌、杠杆，还有自己受不了时做的决定。第3个洞察，历史从来没有保证你能猜到最低点，但它反复证明活着留在场上很重要。这支片最核心的一句话，我想直接讲，崩盘时最重要的不是猜底，而是不要做出让你永远回不来的决定。因为你猜不到最低点，真的很正常，没有人能每次都猜到。但你可以做到另一件更重要的事，不要把自己在崩盘里做掉，这才是历史真的一直在讲的答案。所以真的遇到崩盘，你该先做什么？如果有一天市场又大跌，先不要急着做英雄，也不要急着装冷静。你先看这4件事。第一，先看你是不是用错钱在投资。如果你放进市场的是下个月要用的钱、房租、学费、救命钱、紧急预备金，那你遇到崩盘当然不可能冷静，因为你不是在面对资产波动，你是在面对生活会不会爆炸。所以真正会被崩盘打垮的，很多时候不是资产，而是现金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一直讲紧急预备金、保险、清债，这些无聊的事才是你崩盘时的救命浮木。第二，先看你有没有把杠杆开太大。如果你平常就借钱投资、融资、重压 all in， 那崩盘对你来说不是考验，那是灾难。因为别人跌20%，他可能只是心情差，你跌20%可能是直接断头，被迫卖出，整个出局。所以崩盘最怕的不是跌，而是你本来就没有承受下跌的空间。第三，先看你现在做的决定是策略还是情绪反应。这句超重要。很多人在崩盘时做的事看起来像判断，其实只是情绪反射。因为很怕，所以砍；因为不甘心，所以乱加码；因为羡慕别人抄底，所以跟着冲；因为新闻太吵，所以一直改策略。所以你一定要先问自己，我现在这个动作是我原本就想好的策略，还是我只是因为很怕，所以想做点什么？很多时候崩盘真正伤人的不是市场本身，而是你在最慌的时候硬做一堆本来不该做的事。第四，永远不要全进，也不要全出。这句我想讲得很直接，全进让你没有后手，全出
让你容易错过回来的那段。真正比较长期的赢家，通常不是最会猜的人，而是永远保持在场，而且永远还有调整空间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定期定额、资产配置、不重压单一方向，这些看起来很无聊的事，反而在崩盘时最有用。最后，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崩盘不是市场里的例外，它本来就是市场的一部分。第二句，每次崩盘名字都不一样，但人犯的错几乎都差不多。第三句，真正让散户长期输钱的，通常不是崩盘本身，而是崩盘时的错误反应。第四句，100年历史真正告诉你的答案，不是市场不会跌，而是你要先活得过那段下跌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，记得点赞加订阅。如果有想了解的主题，或看完还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留言，不方便公开留言，也可以用信箱来信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